我是不是打扰到了韩光君和魏公子？想罢，他觉得如今魏公子这副模样，韩光君怕是不可能再同他继续说之前的事情了。左右他知道的也交代的差不多了，还是不要过多打扰的好。于是他便悄悄退出房间，还顺手帮二人带上了房门。屋内，蓝忘机揽着睡得正香的魏无羡，细细思索着方才同温宁谈的话。温宁告诉他，在失去意识之前，他被兰陵金氏关在了牢中，那地方很黑，伸手不见五指。他没有见到姐姐，只记得好似看见过一双手，那手似乎少了一指，只有9根指头。他还告诉蓝忘机，觉得穷奇道围剿之事有异，他不只听见一声笛音，只是那笛音过于微弱，他不敢断定是不是他听错了。虽然温宁知道的不多，可蓝忘机还是能思索出一些关键之处。温宁见到的那个只有9根指头的人是谁？兰陵金氏为何没有杀他？穷奇道劫杀真的只是金子勋一人的手笔吗？兰陵金氏究竟还有什么旁人不知道的事情？不知怎的，蓝忘机脑海中突然闪过一个人影，七窍玲珑的心思，逢人便笑得恰到好处的脸，大方得体的话，还有好似什么都不放在心上的样子。那是他兄长的结拜三弟，兰陵金氏的敛方尊金光瑶。他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联想到敛方尊，可他就是觉得这个敛方尊似乎没有那么单纯，或者说兰陵金氏都不单纯。他低头看看正窝在他怀里睡得正香的魏无羡，暗暗下定心思，魏婴，此番一行，我定帮你昭雪。第二天天一大亮，蓝忘机便起床梳洗，准备行囊。而魏无羡在蓝忘机刚起身不到一炷香，便哼唧哼唧的转醒，一睁眼便看见正在收拾的二哥哥，非但没像昨日那般哭出来，还咧开嘴给了他家二哥哥一个灿烂的笑容。蓝忘机看见魏无羡笑容的那一刹那怔了怔，随后便反应过来，也勾了勾唇角，回了他一个微笑。二哥哥，抱。魏无羡看见他家二哥哥微笑，便高兴地伸长了手臂，要抱抱。蓝忘机也不扭捏，直行上前去，拥住了魏无羡，在他耳边轻轻道：“魏婴，早安。”魏无羡被他喝在耳边的气息弄得有些痒痒，瑟缩了一下，随即便是一个大大的亲亲印在了蓝忘机的侧脸，还附带上今日的第一句告白：“二哥哥，羡羡喜欢你。”蓝忘机听完并未回复，只是紧了紧臂弯，将他圈在自己怀中。早膳过后，三人便收拾好行囊，冲着夷陵走去。蓝忘机想陪魏无羡看看从姑苏到夷陵这一路的风光，这一走便是5天光景，一路上游山玩水，好不快活。魏无羡时常拽着蓝忘机，在人声鼎沸的大街上，将自己软软的手塞进蓝忘机的大手中，撒着娇买了诸多辣味的吃食，甚至还背着蓝忘机拐带了温宁出去，偷偷喝了一小坛酒。夷陵老祖不愧是夷陵老祖，就连如今至灵也能谦卑不到。若不是温宁拦着，怕是不止喝下一坛酒那么简单。蓝忘机自然也知晓，魏无羡背着他偷偷弄了酒喝，可他并未同他生气。如今的蓝忘机，只要看见魏无羡平平安安，就是让他把整个姑苏的天子笑埋给魏无羡，他都甘愿。三人一路行至一城名曰岳阳，决定先行休息，明日再继续启程。刚刚订完了房屋，在大厅坐定等着小二上菜，便听到一旁桌上的几个客人正在谈论着什么奇闻异事。哎，你听说了吗？这常家被灭了门的事情是兰陵金氏的一个客卿干的。金家？这金家的宗主金光善不是仙都吗？怎么会留一个凶手当客卿？这谁知道啊？说不定私底下有什么交易。哎，我听说这金宗主年轻的时候啊，万花丛中过，片叶不沾身啊。说不定真跟那凶手有什么关系啊？怎么可能？我听说那凶手就是个少年，年纪小得很，我像他那么大的时候还不知事呢。怎么可能跟仙都有点什么？他是没有什么，他娘就不一定了呀。谁知道是不是又是一个私生子，跟那个大名鼎鼎的敛方尊一样。哎，
说到这脸方尊，我上次参加金鳞台的清谈会，看见他跟一个少年交谈，两个人关系好像亲密得很啊。嗨，这脸方尊那般的人物能跟谁关系不好啊？不过这样说来，那少年说不定真的就是杀害常氏一家的凶手。李兄，你快细细说说，那少年什么模样，我们下次碰面也好避开。好，我且与你们说说。那少年身量不高，一双浓眉大眼，相貌倒是不差，这一身金星雪浪袍，最奇怪的是，他只有9根指头，左手的小指是断指。客官，您的菜来了。三人刚刚听到一半，小二的菜便上了过来。小二，常氏怎么走？蓝忘机语调生冷地问道。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，方才刚刚同温宁聊过这个断指之人，如今他便送上门来了。客官要去常氏？这常氏如今宅院空空荡荡，已经没人居住了。尸首呢？既然常宅无人居住，那么被杀害的尸身呢？据说是都存在了附近的义庄里，本来这常家是留了一口人活着的，想来大伙留着他们的尸首是准备等那口人回来，让他迁到墓里安葬的。没想到这尸身还没安葬，那人也死了。哎，死得可惨了，小二也不由得带着一些惋惜，几十口人命啊，哪家义庄？这个呀，就在前面有个驿城，放的都是这些东西。客官，我看你也是修行人士，我劝你还是少管这些事的好。你是不知道，这常家人死得有多惨。我跟你说，多谢。蓝忘机还没等小二把话说完，便生生打断了。如今知道的已经够多了，只等明日前去义庄一探究竟了。哎，客官您慢吃。小二被打断，有些讪讪的退场忙活去了。二哥哥，怎么了？魏无羡不明白蓝忘机为什么要问这么多他听不懂的事情。魏婴，明日我要出去一趟，你跟着温宁在城中玩，不要乱跑。蓝忘机并不准备带着魏无羡去义城，他总觉得此行一定有些什么价值，而义城中有危险之人，魏婴不能涉险。可是羡要陪着二哥哥，魏无羡显然不同意，菜还没吃上2口，蓝忘机就要同他聊别离。别怕，明日晚些我便回来陪你。温宁，你看好你家公子。蓝忘机淡淡的安慰了一句，又交代好温宁，便闭口不言明日要去做什么。魏无羡看没办法缠着他同意，也只能放弃撒娇，故作乖巧。哼，又想一个人行动，我才不要让二哥哥一个人去危险的地方。魏无羡虽是智灵，可鬼点子依旧很多，不一会儿便想到了方法。而他的这次不听话，也彻底激醒了蓝忘机。第2日，蓝忘机见魏无羡还在熟睡，便悄悄起身，洗漱完毕，便向着义城前去。他未曾注意，在他起床后的一炷香功夫，魏无羡便醒了过来。哎呀，温宁，我就去看看二哥哥，二哥哥都走远了。魏无羡刚想悄悄跟着蓝忘机混过去，便被守在门口的温宁打了个正着。不行，公子，韩光君不让。温宁结结巴巴地说了一会儿，才解释清楚蓝忘机的意思。原来蓝忘机此番前去，为的就是帮魏无羡昭雪一事。他觉得那一城之中的断指之人，说不定知道些什么。